在中国明朝，有一位和达芬奇同时代的大明王爷，在欧美家喻户晓，而华人知道他名字的却寥寥无几。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达芬奇被很多人怀疑是穿越者，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且知名的人物之一，活跃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是一个天才科学家、发明家、画家。现代学者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他最大的成就是绘画，有享誉世界的杰作《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除了绘画之外，他还擅长雕塑、音乐、发明、建筑，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天文、地质等学科，既多才多艺，又勤奋多产。保存下来的手稿大约有6000页。爱因斯坦认为，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30至50年。在达芬奇逝世17年后，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叫朱载堉的明朝皇族子弟出生了。1536年，朱载堉出生于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他是明太祖9世孙、明藩王第6代郑王朱厚绾的世子。朱厚绾虽身为郑王，但严守儒家伦理，为人谦逊，生活简朴。朱载堉也深受父亲影响，不依书识，能书能文，自幼简朴敦本，聪颖好学。当时正是道士皇帝嘉靖当政的年代，朱厚绾于是上书嘉靖皇帝，以神仙土木为规谏，指责他过于迷信道教，荒废政事，规谏他好好治国，天天向上。因为说话太耿直，触怒了这位嘉靖皇帝。2年后，朱厚绾因其堂兄弟朱佑樺觊觎其郡王爵位，被后者罗织40条罪名上奏至嘉靖皇帝，诬告其谋反。经朝廷调查，朱厚绾叛逆罪名毫无证据，只查出一些小小的过错。但是嘉靖皇帝却借此事报复朱厚绾，治其善朕宫，在国骄傲无礼，大不道之罪，将其削去王爵，囚禁于安徽凤阳。凤阳是专门关押有罪的皇室成员的地方。父亲朱厚绾被囚禁时，朱载堉刚14岁。古代的孩子早熟的可怕，在现代人还不小事的年纪，他就为了表示抗议，在王府外边盖了一座草房子住，用行为艺术让天下人都来议论此事，向嘉靖皇帝施压。不过舆论风波动摇不了素来固执的嘉靖皇帝，直到嘉靖死后，明穆宗登基大赦天下，朱厚绾在被囚禁了17年之后才最终被释放，并恢复爵位名号。这时朱载堉也重新回郑王府关中居住，此时他已经30多岁，仍未结婚。到1570年，朱载堉35岁才结婚，他的妻子是当地著名的学者和官员何唐的玄孙女。何唐晚年与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绾往来甚密，为其指点过学习，尤其是在数学、历法和音乐方面。朱载堉在习稿独处的19年间，潜心学问。在其父的影响下，他对何唐关于音律和历法的数理原则方面的著作深感兴趣。1591年其父去世后，朱载堉作为世子理应继承王位，但他却在1593年上书万历皇帝，坚决辞却王爵，请求朱翊钧将郑王爵位授予那位与父争爵的同族兄弟。他如此淡泊名利，不居宗室之尊，这一让爵之举可以说史无前例，被明神宗赞为让国高峰，千古载鉴。在他反复上书10余年之后，终于在1606年获准辞去王爵。但是万历帝还是让他保持世子身份，享受世子的俸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为了争郑王爵位而构陷堂兄的朱佑樺，在成为第7代郑王后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儿子世袭为第8代郑王，于30几年后获罪处死，落得个可悲的下场。朱载堉留下的著作很多，有28、9部，涉及学科很多，主要是关于音律和历法，其余是关于舞蹈、数学和音韵学。这些著作中有21部得以保存下来。他完成的第一部著作是《律历融通》，描述的是中国古代历法关于日期的传统计算方法、日期和月相的关系、卦象等。明代历法自1384年起设立，但是不够精确。这些错误在于钦天监对于日食月食以及其他天文现象的计算都反复出现错误。朱载堉和他的父亲都对此深感遗憾，认为急需修正。天文学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实则天文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石，哪怕1秒钟的计时误差都能引发巨大的危机。
比如近期有科学家表示，由于地球自转速度比之前更快，大约5年之后1分钟就只剩59秒了，这少掉的1秒看上去不多，但足以造成计算机通讯和网络大规模中断，后果可能导致飞机突然掉落、银行账户被重置归零等问题。而明朝又没有互联网，历法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24节气也是需要历法计算的，在农耕社会，人们需要计算天时，才能知道该什么时候播种和收获。另外，中国古代重视天人感应，如果天空突然出现日食、月食之类的异象，会认为是有大事发生。如果钦天监没有提前预警，那么这些突然出现的异象就会引起很大的社会恐慌。而明朝使用的历法叫做大统历，是通过4分数的方法来计算的。此方法是建立在一年有365.25天的基础上，而一年的实际天数为365.24天，再多一点。因此，按照这种方法计算时间，就会造成每隔128年就出现1年少1天的历法错误。100多年来，很多人提出要修改历法，但是始终被国家天文台的官员们所拒绝。1591年，朱载堉的父亲去世，他自己仍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历法修正工作。1594年5月，朝廷成立了一个部门，要进行明史的编写，需要大量的参考书籍。朱载堉借此机会，于1595年上书万历皇帝，允许其编写一套关于历法的书籍，共3本10卷。他为这套书命名为历书，包括前面提到的律例融通，还包括圣寿万年历和万年历备考。在万年历备考一书中，他提到了一些关于阳历和阴历日时的计算方法，并建议在他的预测时间内进行观测，以检验他的计算方法是否正确，从而反证了朝廷钦天监官员所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钦天监对此很气愤，但又不敢贸然批评这位精通历法的世子。恰好另一位官员，同时也是明代著名天文学家邢云路，也上书万历皇帝，建议修正现行历法的计算方法。钦天监心想，我治不了世子，还治不了你，于是控诉邢云路，指出历法错误是在传播谣言，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反叛。不过不管怎样，朱载堉还是把他那套历书印刷出版了。但即使朱载堉的建议被采用，原来的官方历法也不会得到多少改进。直到30年后，朝廷才最终采用西方人的计算方法修订了历法。在完成历法研究和著作的同时，朱载堉还考虑向万历皇帝呈送其编著的音律学著述。音乐和数学才是朱载堉最得意的2个领域。朱载堉的《律吕经义》中写道，他通过精密的计算，成功地发现了12平均律的等比数列规律，并用数学公式的方法加以表示。关于这一乐律问题的研究，1000年来，东西方的音乐家们始终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而只有朱载堉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是第一个认为12律之间的平均音阶并非一定要用平均间隔来表示，而是可以用律管长度来表示，但是这些长度之间的比率要平均。他创立的新法对每个连续的音阶和律管长度以幂律除之，凡12变。他所说的幂律即12平均律，也就是2的12次方根。在当时，朱载堉自己很清楚地认识到了他的这一乐律发现的重要性。他在中国律学史上第一个创建了平均律，也就是说，他发现在乐律之间可以计算平均律。他在其专著《律吕经义》的前言中写道，这部书的书名前面其实应该加上大明2字，因为这部著作是历朝历代所没有过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12平均律的专著，而它正产生于我们大明朝。他原本打算在1596年将此书献给万历皇帝，但又改变了主意，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想到自己之前曾向皇帝提出改革律例的建议被无情否决，从而担忧他这部心血之作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直到1606年，朱载堉才最终将他的12部关于音乐、舞蹈的著作呈现给万历皇帝，这些著作总名为律书。值得欣慰的是，这套律书受到万历皇帝的大加赞赏，下旨览奏，巨荐留心乐律，深可嘉赏，高度褒奖朱载堉的勤奋治学的精神。这套丛书是现代收藏爱好者非常喜爱的书籍，因此有很多摹本传世。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就有4套摹本，其中一套是万历皇帝的御本，
其他3套则由朱载堉本人刊印。同时，朱载堉还写了一部音乐理论专著《律吕质疑辩惑》，进一步阐发他的音乐理论。虽然朱载堉在他的《律书经义》一书中明确表示，他在对12平均律的发现是音乐史上独一无二的，在他之前还没有任何人登上成功的顶峰，但是他的这一理论创建在当时却很少有人能理解。直到清代，只有学者江永于1757年写了一篇文章，对朱载堉的这一重大发现表示认可。江永一生致力于研究数学和音乐学，1757年他写这篇文章时已经71岁高龄。他是无意中第一次看到朱载堉的乐律全书摹本。关于朱载堉在乐学理论上的贡献，直到民国时期的刘福于1933年才出版了第一部对此进行全面论述的专著。朱载堉是世界音乐史上发现12平均律的第一人，他应当获得殊荣。他在音乐学上的最高成就在于对于12平均律的数理计算，他不仅想法新颖，思路清晰，而且他能够在对数还没发明之前，就能够通过人工计算的方法成功完成相关计算。他的这一理论创建要远远早于欧洲。欧洲关于这一公式的最早的数学表示是荷兰数学家斯特芬，但并未公开发表。朱载堉是乐律学家、音乐家、乐器制造家、武学家，他又是算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历法家，在美术、哲学、文学方面也有惊世的建树，论成就不比达芬奇小。早在明代，朱载堉就为我们华人夺得了多项世界第一。但是达芬奇的主要成就是以绘画为主，而朱载堉是以音乐为主。达芬奇主要以应用科学为主，而朱载堉更多的是以理论知识为主。这两人与其说是竞争者，更不如说是互补。而且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知道在世界都在赞美达芬奇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忘记自己的朱载堉？